10种让食物甜度飙升的黑科技，你以为是不够熟，实则是没激活。第1种，用对温度甜度翻10倍。买回干涩寡淡的蔬果，别总抱怨没挑好或以为没熟透。如果你只会傻等，它们可能到烂都不会变甜。温度的阈值、气体的催化以及植物濒死前的求生本能，才是打开它们糖化密码的真正钥匙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让食物甜度飙升的黑科技，来一场厨房里的催甜行动。第10名，生香蕉。临时想做香蕉面包，但只有生香蕉怎么办？生香蕉里高达20%都是难以下咽的抗性淀粉，这时候必须靠高温破防。把生香蕉直接连皮放进120摄氏度到140摄氏度的烤箱烤15分钟，高温会瞬间破坏香蕉的淀粉机制，并在极短时间内将其转化为糖分。拿出来时皮是全黑的，看似全毁了，但剥开里面是极其香甜，可以直接捣泥的顶级烘焙原料。第9名，菠萝。菠萝摘下来后是绝对不会再自己产生糖分的。如果你买回来的菠萝很酸，放再久也只会烂，不会变甜。但我们可以利用物理重力来作弊。菠萝在生长时，底部的糖分积累是顶部的2倍。买回家后，把菠萝倒过来放，叶子朝下，静置1-2天。在重力的作用下，底部高浓度的糖分会向下回流，重新均匀分布到整个果实。切开吃，你会发现它的甜度奇迹般的翻倍了。第8名，东北冻梨。新鲜的秋子梨又硬又酸涩，根本无法下咽。但东北人利用零下20-30度的严寒，直接将梨冻成石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水结冰体积膨胀，瞬间撕裂了所有坚硬的细胞壁，表面变黑，是因为细胞破裂后多酚氧化酶接触了氧气。但当你把它放在凉水中缓透解冻时，被撕裂的细胞彻底释放了所有的糖分和汁水。插根吸管，你吸到的不是果肉，而是纯粹的经过冰雪洗礼的天然果汁。第7名，胡萝卜和大白菜。你以为刚从大棚里摘的最好吃？大错特错。当胡萝卜的根茎和大白菜的叶片遭遇极度严寒时，为了防止内部水分结冰撑破细胞壁，它们会本能地启动求生机制，强行将体内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。因为糖水的冰点更低，能防冻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买双打菜。如果你买的胡萝卜不甜，把它装进塑料袋，放在冰箱最靠近内壁的极冷区域，接近0度，冻上2天。人为制造低温休克，淀粉酶会疯狂工作，拿出来炒，甜度直接爆表。第6名，柚子。刚摘下的柚子又酸又苦，不要马上吃。这时候它体内的有机酸柠檬酸浓度极高，把它放在阴凉通风处放上1到2周，表皮变得皱皱巴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果实为了维持生命进行呼吸作用，会优先消耗掉那些发酸的有机酸。酸味褪去了，原本被掩盖的果糖就显现出来了，外表越皱，内心越甜。这个过程在农业上叫雌水。第5名，猕猴桃。如果你把它放冰箱，放1个月它也是硬的。猕猴桃极其依赖乙烯气体来启动淀粉酶。找一个密封的保鲜袋，把猕猴桃和一个熟透的苹果或香蕉放在一起，彻底扎紧袋口。苹果释放的高浓度乙烯气体会在这个生化舱里产生连锁反应，只需2-3天，猕猴桃就会像果冻一样软烂香甜，甜度飙升。第4名，新鲜板栗。刚打下来的生板栗炒出来往往是淡而无味的，因为它的糖分被锁在巨大的淀粉链里。将生板栗装在透气的网袋里，放入冰箱的0度保鲜层，静置1到2周。在这个特定的温度下，板栗既不会发芽，也不会腐烂，但体内的淀粉水解酶会被彻底激活，将淀粉大规模转化为麦芽糖。放过2周的板栗再去炒，自带一种浓郁的焦糖甜香。第3名，涩柿子。涩柿子里的可溶性单宁会和舌头上的蛋白质结合，极其难受。老祖宗用无氧焖砂的方式来给柿子脱色。找一个密封的塑料袋或缸，把柿子放进去，喷上1层高度白酒，然后绝对密封。在缺氧环境下，柿子只能进行无氧呼吸，产生乙醛。乙醛会和那些可溶性单宁结合，变成不可溶的大分子。只要它溶不进你的口水，涩味就被彻底剥夺，原本被掩盖的糖分就会反客为主，只需几天就能得到一个软烂如泥的超级蜜罐。第2名，老南瓜。嫩南瓜炒着吃，老南瓜放着吃。南瓜离开藤蔓后依然是活的，把它放在阴凉处断水断粮，放上2-3个月。在长期的饥饿状态下，为了维持种子的生命，南瓜只能不断消耗自身的淀粉储备，将其降解为葡萄糖和果糖。表面越干瘪，皮越硬，说明它内部的淀粉降解得越彻底。蒸出来，
那就是天然的南瓜风味蛋糕，甜到发腻。第1名，红薯。红薯里富含一种极其珍贵的物质贝塔淀粉酶，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淀粉切碎变成麦芽糖。但是，这个打工人极度挑剔，它的活跃温度在60摄氏度到75摄氏度之间，一旦温度超过80摄氏度，它就会热死失火。在家用水煮，用微波炉高火加热，温度在几分钟内瞬间突破100摄氏度，淀粉酶还没来得及工作，就被你烫死了。淀粉还是淀粉，当然不甜。要想它甜到流油，你必须给淀粉酶留出作案时间。把红薯放进烤箱，先设定温度在70摄氏度左右，慢烤60分钟。这等于把红薯变成了一个恒温糖化反应炉，淀粉酶在这个温度下疯狂加班，把红薯里的大部分淀粉转化为糖浆，然后再把温度调高到200摄氏度，把表皮烤出焦香即可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食物变甜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喜欢吃甜食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。